視頻開始之前，莫言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認為《西遊記》中最為恐怖的地方是哪裡呢？這裡雖是靈山腳下，卻屍山血海，10萬天兵不敢踏足其中。悟空見了被嚇得癱軟在地，唐僧僅僅聽聞便轉身默念佛經，八戒更是探路回來就被嚇出屎尿。這便是800里遍地是骨的獅驼嶺。原著對此地的描述極其的黑暗血腥，但詭異的是，獅驼嶺就在靈山腳下，漫天的神佛卻視而不見。難道真如86版《西遊記》電視劇中所講，只因獅驼嶺的金翅大鵬雕是如來的舅舅嗎？現在讓我們先看下《西遊記》原著第8回，如來佛祖在靈山說道：犀牛賀州不貪不殺，人人固守。大唐人士所處南瞻部洲，貪淫爭殺，所以要派取經人将真經傳過去。可我們卻發現了一個詭異的事情，那便是取經團隊在南瞻部洲遇到的幾乎全是一些小妖，越接近犀牛賀州反而大妖不斷，甚至每一個都有神通法寶和背景，要麼打不過，要麼就是不能殺。其中最为恐怖的便是灵山腳下的獅驼岭。電視劇中的巡山小妖看似歡樂無比，實際上和原著描述的完全不同。原著中寫到，取經團隊快到獅驼嶺時，讓八戒前去探路，結果八戒回來後戰戰兢兢，沉默不語，二話不說放下釘耙就到一旁出宮。悟空上前問道：呆子，你蹲在那幹嘛呢？八戒則說道：被獅驼嶺嚇出屎尿來了，各自逃命吧。隨後悟空上前查看，發現800里的獅驼嶺屍骨成山，人骨遍布如林，人筋纏在樹上，人皮腐爛在地上。西邊有小妖在吃人肉，東邊還有小妖在烹煮。縱使見過大世面的悟空也被嚇得癱軟在地。唐僧聽聞此狀，則直接轉身默念佛經。原來獅驼嶺曾是靈山腳下的凡人國度，3個大妖佔領此地，又聚集了47000的小妖，將當地的百姓官員男女老少屠戮個乾乾淨淨，讓這裡變成了800里的屍山血海。孫悟空這次是真的怕了，他無法想象靈山腳下竟有如此煉獄。難道佛教聖地犀牛賀州淪陷了嗎？就當取經團隊要穿越獅驼嶺時，太白金星前來相助。說到這裡，有3個大妖，個個實力超群，千萬千要繞過此地。那麼太白金星為何要這麼說呢？只因天庭也吃過獅驼嶺的苦頭。3個大妖只因沒能參加王母的蟠桃盛宴，就大鬧南天門。青獅精與10萬天兵大戰上千回合，然後使出法相天地，一口吞了所有天兵天將，最終與白象精和金翅大鵬雕退回靈山腳下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獅驼嶺距離靈山不過萬里而已，為什麼漫天的神佛無人管制呢？想來想去，原因只有一個了，那便是獅驼嶺的3個大妖是靈山放出去的。原著中有這麼一段，悟空覺得師父已慘死在獅驼嶺，便去尋找佛祖，想要帶走真經回到大唐完成取經大任。這個時候，如來的一句話差點擊碎了悟空的三觀。只見佛祖傳喚來了文殊普賢2位尊者，問道：菩薩之壽下山多久了？文殊菩薩回答：已有7年。如來說道：山中7年，凡間1000年，不知道那受傷了幾許凡人。原來青獅白象是文殊普賢的坐騎，金翅大鵬雕更是如來的舅舅，他們下凡為妖靈山高層知曉的清清楚楚。那麼佛祖為何要這麼做呢？首先，第一個原因是為了給取經團隊設置關卡，第二個原因就有點殘酷了。整個獅驼嶺成為了妖怪統治的國度，原著中對其描述非常詳細，狼妖為守將，虎精為都統，鹿精為文臣，像極了凡間某個朝廷。反觀大唐所在的南瞻部洲，取經團隊一共也就遭遇了一個虎精，可到了靈山腳下卻妖魔成群，這不禁讓悟空心生一念：我佛真的如經書裡寫的那般慈悲嗎？隨後悟空來到靈山質問如來，等來的卻是佛祖的一頓呵斥。接着如來給他講起了獅驼嶺3個大妖的來歷，後知後覺的悟空終於像是明白了什麼。原來如果天下都如同南瞻部洲一般安居樂業，那麼還會有人信奉神佛嗎？所以大唐所在之地無佛無仙無妖無魔，而靈山所在之地的犀牛賀州是被制造出來的苦海，遍地妖魔生靈塗炭，神佛現身收服妖怪就會獲得巨大的信仰之力。孫悟空越來越迷惑了，似乎失去了方向和取經的動力。這佛經對於南瞻部洲真的是好事嗎？可自從五指山出來的那一刻，就已經由不得他了。